光是宇宙给地球最大的礼物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起源于太阳的能量。如果没有光来对生物做调节，生命就根本不可能存在。而且呢，光是你最好的医生。欢迎来到心灵周围我的频道，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。今天来到我们美国抗氧剂再生医学会世界大会第32届专辑的第4集。今天就要来跟各位介绍光到底怎样在你的身体里面共振，来疗愈你，然后帮助你伤口修复、组织修复，甚至加强你的代谢速度，替你提高你的能量，帮助你抗氧化。上一周跟各位介绍到，我们身体在代谢活动的时候，不管是消化吸收或者是新陈代谢，我们都可以释放出非常弱的能量的光子，我们称之为生物光子 （biophotons）。生物光子它是介于200纳米到800纳米这样的波长，所以是比较偏向于是在可见光跟紫外线这一边。如果我们使用跟它差不多波长、差不多频率的光来对人体做照射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共振到你的生物光子，那你就可以去调节到你的消化、吸收啊、代谢啊这些速度。那我们人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个发电厂，叫做粒线体。那粒线体里面呢，它也有一个可以感光的分子，我们叫做隐色色素，就 cytochrome C 氧化酶。那这个 cytochrome C 氧化酶的话，它则是倾向于呢可见光、红光，然后呢近红外线，不是远红外线哦，是近红外线。所以当我们用近红外线或者是红光来照射的时候呢，它又可以去共振到你的粒线体里面这个感光分子 cytochrome C 氧化酶。所以各位这样听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说，其实啊，当我们在做光的疗愈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其实就是可以跟这些光产生共振，然后影响到你的身体的作用。现在我们来跟各位正式的介绍一下，以上所说的这一切就叫做光的生物调节 （photobiomodulation）， 借由这些光的照射呢，去调控到你身体里面的组成成分、代谢速度，或者甚至是你的粒线体里面制造能量的功能。粒线体是你身体每一个细胞里面的发电厂。然后粒线体它所产生的能量呢，要透过氧化还原，还有所谓的电子传递链。那它产生的能量呢，我们不叫做几焦耳哦，在身体人体使用的能量，我们称之为是几个 ATP。那如果我们用光去照射，然后呢，粒线体里面有 cytochrome C 氧化酶这个感光分子，我们去照射它的时候呢，可以去激活它的活性，让它呢调高粒线体的电位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它是会产生更多的 ATP， 就是它会产生更多的能量。如果一个人刚刚出院，没有病了，但是呢就是体力不济，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就会说你要给他吃补啊，吃人参啊、养气啊、补血啊。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你身体里面自己产生能量的能力，就是产生更多的 ATP， 你自然就会精气神提升，然后你的体力变好、体能变好、气色变好。因此我们如果可以有光的照射，所以你的发电厂发电发的再更多一点，那么你的体力衰弱不就被改善了吗？那么包括慢性疲劳也是这样，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病，但是他就是一直觉得身体很虚弱，人很疲劳。如果我们可以去加强他的粒线体，产生更多的 ATP， 产生更多的能量，他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他的疲劳状况呢？因此我们说光的生物调节呢，真的是对人体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光的生物调节，现在可以在科学上被如何的使用呢？比如说我们用一个脑细胞，然后我们把视蛋白这个感光分子啊，把它放进去你的脑细胞里面，然后呢，本来你的脑细胞是没有这么强、这么多的视蛋白，没有这么多的光敏分子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把光敏分子增加之后，我们去照光，强强的激发你脑细胞里面的光敏分子，然后你的光敏分子呢吸了光线之后，它就使你这个脑细胞活化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促进你这个脑细胞呢脑回路的速度 ，processing 的速度增加，就好像你这个大脑的 CPU 啊，现在速度变快。这个就是科学家尝试要使用的一个方向，可以放到你的神经科学里面。只要你在某一个标的里面呢，把你的光敏分子，例如说像视蛋白这样的东西增加，然后给它照强光，然后它就可以去操控这个细胞的活性。这就是光的调节技术。然后我们现在讲到光的遗传学，
我们可以想办法呢，借由照光来改善你基因的表现。基因要表现，基因不表现，基因放大表现，缩减表现，这个用光来调节。比如说呢，我们有这一段基因，它是呢会促进你的血管新生，那我们就去照光，然后加强这一段基因的表现呢，你的血管新生就会速度比较快一点。那血管新生用在伤口的愈合或是组织的修复就很重要。比如说这里有一道伤口，那么我们血管都被切断了嘛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可以让它的血管长快一点的话，营养也来了，氧气也来了啊，然后呢，血小板也来了，维他命 C 也来了，它的修复就会变快。所以呢，可以借由这样的方法促进你的伤口的修复。那再来呢，如果是发炎的状况的话，我们知道，如果这一段基因呢，它是调控发炎的它容易让你制造跟分泌很多的发炎因子，比如说呢是白细胞介素第6款，或者是呢肿瘤坏死因子 OFA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用光来抑制它，让它呢不要分泌跟生产那么多的发炎因子，那自然呢你的发炎就被降下来了。那么疼痛大部分都是有发炎引起的，比如说这个脖子疼痛啊，比如说这个头痛啊。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发炎的状况存在。如果我们可以把发炎抑制下来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缓解疼痛？再来，如果这一段基因呢，它是控制生长因子，那么我们就去加强，用光去照射它，加强它生长因子的产生跟分泌。那么是不是呢？你在组织修复这种生长的速度就会变快？比如说呢，你的肠漏症啊，你借由照光可以使你的生长因子增加，使你的肠黏膜修复比较快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肠漏那么久？类似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，这个就是呢光的遗传学。光的生物调节，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对于遗传的影响，还有对于粒线体的影响，还有对于共振医学的影响之外呢，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身体里面还有电磁场。那么光生物调节它也可以去影响到你的电磁场。光生物调节对于你的昼夜节奏的影响，就是假使你是一直睡眠日夜颠倒倒不过来的话呢，也可以用照光的方法来改善你的昼夜节奏。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呢，我们的松果体有感光的细胞，但是呢渐渐的我们的松果体钙化萎缩之后呢，就没有办法像小宝宝一样睡得那么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仍然可以去利用你的大脑里面尚存的这些个感光的视蛋白，然后用光来照射你，让你呢可以去唤醒你的日夜节奏的这个功能，然后让你能够把你的昼夜颠倒把它倒回来。这个就是目前科学家尝试各式各样的方法，希望能够去用光作用在你的身上，成为你的医生，疗愈你，帮助你健康。谢谢各位。